近30年来，我国汽车行业飞速发展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出口大国。其中，车桥制造技术更是实现了突破，一年利润达350亿。我国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成就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以前人人都觉得进口车质量好，国产车对比起来就是渣渣。随着我国近年来的科技进步，风向也在发生巨大改变。拿同价格下国产车跟进口车对比，感觉进口车全身塑料感，没有任何科技感；国产车从性能、外观、内饰、科技感对比都更有性价比，不仅配备了540度全透视摄像头，乘坐感也更加舒适。2023年，我国汽车出口已经一跃成为世界首位，销往世界各地。我国汽车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突破，与车桥总成制造的突破有莫大关系。车桥又被叫做车轴，是通过悬架跟车架相连接，两端分别安装车轮的汽车重要零件，在承受汽车载荷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汽车的驱动方式不同，车桥也有所不同。目前市面上主要有4种不同的车桥。我们在看汽车配置时，会发现不少汽车是 FR 型，为前置后驱动，前轮用的是转向桥，后轮用的是驱动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前驱动型，即前面既转向还驱动。汽车光能跑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自如的转向才行。为了能够让汽车自由拐弯或掉头，就需要转向桥，利用转向节能够让车轮偏转，最终完成拐弯。在完成这一过程中，车上的力将会发生变化，变成纵向力、侧向力。如果车桥质量差，就会造成摇摆不定、方向失灵等严重后果。驱动桥则有所不同，它由更加复杂的零件组成，需要承受的力也更多，主要位于传动系统末端，可以改变转速跟扭矩。汽车的速度以及提速、减速需要的力都需要依靠它来支撑。如果车子有明显的发响以及发热，极有可能是这部分出问题了。转向驱动桥是将上面两者相结合，具备它们的所有功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支持桥，正如其名，起到的是支撑作用，主要是为了承受纵向以及横向力。汽车车桥并不是人人都能造出来的。就以巴基斯坦为例，他们的车桥就制作粗劣，经常在焊点断裂，修复的场地也十分简陋，直接在外面的砂石空地就可以完成操作。制作过程中必须要使用到的就是焊接工艺，虽然焊接技术已经较为成熟，但处理不好就会有安全隐患。针对这一难点，我国使用的是冷锻成型工艺，在室温下进行正火退火，温度约为880到920度，改善原始坯料片状珠光体组织，既可以降低成本，制造出来的产品无焊缝，也没有震动形成的潜在裂纹。或许了解完整个制造过程，才能够直观地看到工艺技术要求有多高。汽配车桥生产车间内，工人们会将巨大的合金钢管壁加热到上千度，随后由传送带送到悬压平台，仅需要几秒钟时间就能够自动完成无死角悬压。随后管道会被送到大型机械内部进行塑形，将圆筒形状送入，在推出之后就变成了方管。实在很难想象这个过程也仅需要几秒钟就能够完成。当然，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多管道进行加强处理，加热使其得到淬炼，随后由吊机将一堆管道浸泡在液体冷却。冷却之后还要进行抛光，测量数据，再操控机器将管道磨到精准数值，打造出旋螺纹结构，使用千分尺测量，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。测量好了之后，还要对待定的点位进行淬火处理，以及单侧磨削等等，每一步都会有人工测试数据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焊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，制动地板与后桥底座相连接，人工焊接后还需要机器2次加固，最后由特定的机器对它进行液压，保证每一个产品都能够经过压力、振动等多种测试。其他的零配件制作工艺大多都是如此。等所有的配件制作完成之后，将会统一完成组装，最后完成整个车桥制作。2007年开始，我国车桥就迅猛发展，并开始技术出口。6月18日，我国汉德公司将车桥技术出口到印度 AMW 汽车公司，正式在人民大厦签署协议。自2004年以来，汉德每年的车桥销量以50%的迅猛速度增长。05年生产数量达到5万根，06年达到10万根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车桥技术同步，不管技术还是品质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。发展多年，我国的车桥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，车桥的出口也逐年稳步提升。
2020年车桥出口额将近100万，2021年我国的车桥总利润达到350亿元，跨度巨大。主要市场为轿车以及 SUV 小型卡车领域也开始延伸。从技术层面上分析，我国车桥技术已经进一步提升了稳定性以及支撑性，以此满足市场需求。同时，技术也在不断进步，将新科技应用到制造加工过程中，实现了安全、节能等多种需求。我国的车桥具有一定优势，首先，轮间、轴间差速锁能够保证不同角速度之下保证纯滚动状态，消除驱动轮出现的滑动现象，即使在复杂的路况上也无需担忧。其次，安全性能可靠，热稳定、水稳定、制动性能都较好，结构简单，长期使用导致的摩擦损耗容易替换，成本低。最大的优势就是使用了轮边油润滑，具有很好的散热性，可以免拆维护。就拿我国车桥技术与日本同类型的车桥进行对比，从技术、速比、重量制动、输出扭矩等各方面进行对比，优势也十分明显。相信我国的车桥技术会发展得越来越好，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